以太坊正在疯涨，现在的盘面有哪些机会？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到，目前在 Bybit 上面呢，这张多单我依然持有，而且现在呢，涨得比较猛的，并不是比特币，而是以太坊了。你可以看到呢，在 Bybit 上面，以太坊的标记价格已经来到了2350。各位不要忘记，我们在一两天前呢，我们只有在2200左右而已。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获益部分呢，以太坊是加了非常非常多。那比特币也大概还在300万左右，所以总合起来呢，有很接近400万。当然，如果扣掉资金费率的话是没有，可能360、370之类的。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就在下面，你只要点击，而且这$30的现金呢，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去观看我刚刚所做的这场直播，因为直播的讯息呢更完整。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我们从周线上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一波下跌，它对于我们在周线上的行情呢，我认为影响是不大的。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大概在44000左右受阻呢，其实相当正常，因为我们在前面呢这个位置它都有过一定程度的换手，所以在这里受阻很正常的。那从周线上来看呢，如果说44000、45000左右的这个阻力啊，它很大的话，那我们应该有很大的这种回落，或者是说下跌很多。但你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走的情况是，我们贴着44000、45000左右在走。回落的幅度也并不是很大的，所以我认为此处的阻力呢还好，只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测试、一定的调整过后呢，我们是可以突破的。好，那从周线上来看呢，你可以看到下跌，基本上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下跌，它就仅仅是收了一根十字星而已。其实对于盘面的变化，我认为在周线上的趋势上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从日线上来看呢，我认为它往下测试了一条我们一直以来很重要的趋势线，那这条趋势线呢，是自从我们在35000左右就有的，它中间接触过了5次，你可以看到1次、2次、3次、4次、5次，所以是绝对有效的。那打在这条趋势线上面呢，也非常合理。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走成了一个三角了，而且呢，这个三角我认为啊，它所剩的时间是不多了。我们离这个形态的末端呢，其实也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我们稍微测量一下，如果走到末端的话呢，大概还剩下11、12天。我们前面呢大概已经震荡了22、21天左右，所以我们再加上后面的天数呢，大约就是1个月。大家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在前面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大约整理了1个月又多一点点的时间。我认为跟我们现在走的呢会非常相近，是以时间的部分会很相近的。那再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 K 线啊，昨天这根下跌的 K 线呢，下跌的猛不猛？其实是蛮猛的。它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一天就是5%啊，大概4.5%，$2000的距离。那如果你是有杠杆开比较大的话，这样的下跌呢，绝对会对你造成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根 K 线啊，这根 K 线呢，它下影线的部分啊，占了整体 K 线的一半。你可以观察到，我们这根 K 线大概是$2000嘛。我们下面下影线的部分呢，收回来的部分就有将近$900了，$800-900了。那其实已经占了这根 K 线的一半了，可以表示我们在下方是有人在购买的，是有一定支撑的，不然是没办法收出比较长的下影线的。那再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量能，量能它下跌的这根呢，并没有放量，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说呢，这根下跌它是不会影响我们在周线上，甚至在日线上的行情是没有影响的，它还是在这个震荡的区间当中。好，那我们再切到4小时，4小时的话呢，我们现在再走一个箱体，那这个箱体呢，其实上下边界非常的清晰，上面呢就在44000左右，44000往上多一点了，那下方呢就在40000往上多一点。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当前在走的这个箱体呢，它走的很规范，上下触碰的次数其实都是有的，下面至少有2次，那上面呢至少有2次。那中线也很重要哦，中线在这个箱体当中呢也是有意义的，包括这个位置呢，它有阻力的角色，然后这里下跌的中极有阻力，然后这里有阻力，这里有支撑，在这里呢也有产生一定支撑的效果，所以我认为中线是有效的。那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这整个箱体呢，其实整体来说我们还是以测试上方的时间居多。你可以看，我们测试上方花了这么多时间，测试了这么多次，然后这里呢也是紧紧贴着上方在运行的。那我们在下方呢，仅仅就只有接触的时间非常短，然后它就是几根针这样的，所以我认为
我们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有利于多头的。如果我们只分析这个箱体来看的话呢，还是比较有利于多头的。那再来，如果说你在这波下跌当中，我们刚经历的这波下跌当中呢，你有做空的话，其实也不好受哦。我们在下跌的时候呢，下跌没多少，我们就来了一个相较于下跌幅度比较猛的反弹。那第二波下跌过后呢，我们又有一个比较猛的反弹，所以如果你拿着空单的话，一定不好受。那我自己是没有去做空，这个我们在钢厂直播呢有讲得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它开始走的变猛了，那我们多单的收益呢，还有现货的收益，你可以看到其实都已经出来了。那以太坊其实跟比特币有点类似，但不太相同。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它一样是有条趋势线。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来触碰到上方啊，而且如果你去看汇率的话，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汇率在往上走，就表示以太坊它在变强。那其实这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多头走势啊，到了中后期会出现的情况。那 Bitcoin Dominance 才在不断的往下跌，所以我这个时候呢，我很有可能啊，如果有资金的话，会拿去山寨币身上，山寨币肯定会分配到比较多的资金，甚至呢，把一部分的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卖掉，来去布局山寨币，因为山寨币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涨幅。那我们在过去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的很多只山寨币，其实后来也都是暴涨。好，那我们再切到4小时吧，4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大概在2330，那我们中间呢测试了，这里有一次支撑阻力，那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位置呢站稳其实以太坊还是很强势的，而且呢它是有量能配合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以太坊多单在低位开好的，一定要拿稳了，很有可能以太坊它才刚刚要开始表现而已。那如果你有现货的朋友呢，也一定要拿稳了，很有可能我们所期待的以太坊行情呢正准备到来啊。好，那我这一次呢，其实我也是有买入一些山寨币的，比如说 OD， 那 OD 呢，这一次我布局的这些山寨币一样都是以铭文为主，就是铭文这个赛道的，铭文这个板块的。那我们当时呢，在46、47左右的位置呢，是有去布局了 OD 的现货就在这个位置那我相信有很多群友有跟到。那现在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迎来了一个回踩的机会，也就是我们原本走一个箱体，这个中继的箱体被突破之后呢，我们即将往上走，只不过它来回踩一下把原本的阻力呢踩为确认成为支撑。你看前面是阻力嘛，对不对？这里踩成支撑之后，我们就会往上走。那在底部没有买入没关系在底部的时候是第一次机会，突破的时候是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就是回踩的时候，回踩现在就正在回踩当中我认为就是一个不错的加仓时机。那我自己呢也会在这个位置再去加仓，不过呢仓位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因为以前的点位比较好，那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但不是投资建议。那我们来看到 REX 吧 ，REX 是一个跟铭文相关的迷因币其实最近有很多迷因币什么 Bank 啦，什么 CD 啦，CD Dragon 啦，很多迷因币多得不得了。那我认为 Bank 其实热点已经过了，我自己就不会去炒这个币。但是 REX 呢，它已经涨了很多，没错，但我认为它还有机会的。尤其现在呢，我们又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价位，大概在有很多个零有3个零，然后34左右。我认为这个价位它确实是一个支撑，很明显的支撑那这里如果说抄底的话，其实性价比也算是很不错止损其实也并不会到很宽，对但往上呢，我们可以博取很大空间的涨幅。那 REX 这个币种它也是铭文赛道，而且我认为铭文赛道呢绝对没有退流行，这个热度绝对没有退。我们可以从很多数据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铭文的赛道吧，就是 IMX 这个币，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了。我们第一次讲的是双底突破的时候，在 1.5 左右说的。那我个人呢，抄底比较多的是在2块左右的时候，1.9、2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入了比较多的场。那其实到现在呢，已经 2.5、2.6 了，也已经吃了一个25% 左右的，比25% 多了，大概20多%，将近30% 的涨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10万美金就赚3万美金，哪怕你只有1万美金呢，你都可以因为这波涨幅，就现货就赚3000美金。其实这个是很香甜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切到小级别来看它在周线上不断的在创新高而且你看连几根阳线比特币才连8根它这边已经连几根阳线，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8、9、10、11、12根阳线，它的强势程度呢，绝对是肉眼可见的。那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它其实走的都很强势中间的回调都不大，那我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标的。好，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OP 吧。OP 我们之前也是在直播当中有提到过，大概在2.9，我们入场的价位大概在2.9。那其实现在已经来到4块了，也就是赚了大概30出头吧，33到35左右的趴数。其实就以现货直接拿现货，其实也很棒。那当然做合约那当然是更好，只不过合约风险就是更大，当然收益也大很多了。你可以看到 OP 呢，我们开始突破了。尤其这个放量，它是突破前高之后所放的量，所以它很可信啊。那我认为它突破前高过后呢，往上绝对还可以再打一段距离的。而且你可以看到 OP 它怎么样呢？它居然是不受这波回调的影响的，它还在冲新高啊，也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强势。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